朋友们，你知道我们要修炼到什么程度，才能彻底摆脱所有痛苦，获得大丰盛、大自在、大快乐吗？如果你还在为生命中发生的事情产生内耗、焦虑、怀疑，那么你一定要耐心看完这期视频。我会详细的告诉你痛苦是怎么产生的，以及该怎样才能彻底的远离它。好，想要远离痛苦呢，我们就得先了解什么是痛苦。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在想办法逃离痛苦，追求快乐，但是几乎很少有人能真正的了解什么是痛苦。痛苦并不是一种什么物质，你也不可能在物质的世界中找到痛苦这种东西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痛苦应该是某种负面的情绪或者是感受，比如抑郁、焦虑、悲伤、疼痛等等。然而，你也无法在外在的世界中找到抑郁、焦虑、悲伤、疼痛这样的东西，它们只存在于你的心中，并且它们就是你的内心制造出来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痛苦的制造者。那有人可能会说了，我的痛苦是因为这个社会太糟糕，或者是某个人说了我不喜欢听的话，让我感到了悲伤痛苦。好，我们从最基本的底层来分析。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是通过感官来实现的。在感官的领域，你只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接收了一些相应的信息而已。这些信息本来就只是信息，没有多余的意义，只不过你的大脑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，赋予了它们某些意义，打上了或好或坏的标签，进而产生了不同的情绪或者感受。举个例子，两个人在同一家酒店吃饭，点的同一道菜，但是一个人觉得简直就是人间美味，而另一个人却觉得难以下咽。这两人在同样的地点，经历同样的时间，参与同一件事情，听到同样的声音，吃到差不多的东西，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情绪。造成这种巨大差别的原因，就在于他们的意识不同，或者说是内心的不同。这导致了他们在处理几乎同样的信息时，却输出了完全不同的情绪。说到这，不知道你对痛苦的本质是否有了一点点的了解？接下来要进入更难理解的阶段。关于痛苦的本质，绝大多数人都存在理解上的偏差。我们上面说，信息在进入大脑之后，通过处理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，打上或好或坏的标签，产生了不同的感受。有些感受让你觉得痛苦，而有些感受则让你感到快乐。但是你没能想到的是，真正让你感到痛苦的，其实并不是疼痛这类感受或者悲伤这类情绪本身，而是潜意识对疼痛或者悲伤所做出的某种抗拒性的反应。这些反应有不同的叫法，通常被称为习性反应、习气或者业习。这里面的习呢，指的是重复的意思，意思是指当他接收到某个信息之后，就会被触发重复这一过程。当你产生了一些被标记为坏的感受时，潜意识就会产生一种抗拒的反应，用来迫使显意识远离或者消除这些被标记为坏的感受。比如你身上产生了痒的感受，这个痒会被标记为坏的感受，于是针对这个痒产生了抗拒的反应。这个抗拒的反应会迫使你的主观意识去挠痒，从而消除这个感受。而当产生了一些愉悦的感受时，由于潜意识将这些感受标记为好的感受，所以潜意识会对这些感受产生一种迫使主观意识去获得更多的反应。比如常见的上瘾行为以及各种各样的欲望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反应造成的。发现了没有？你什么样的行为都是基于感受。你感受好了，舒服了，你自然就会喜欢；让你不舒服了，
你自然就会讨厌。让你舒服的、喜欢的，那你是不是就是想要啊？让你不舒服的、不喜欢的，你是不是就想排斥啊？其实这就是万事万物、所有众生统一的规律。所有的感受、喜欢，还有你想要与不想要，都是基于你的价值观来的，基于你的标准来的，基于你的习性来的，基于你的惯性来的。比如说你开汽车时速上了180，那什么是你的标准？就是你的方向。如果说来一个东西跟你的方向有冲突，那就撞上了，于是你就排斥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会有喜欢和排斥呢？你开车开到180的时候，你喜欢什么呀？你喜欢畅通无阻。那你讨厌什么呀？你讨厌突然窜出的动物。但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喜欢和讨厌呢？根本就在于你开了180。你如果没有开那么快的话，你根本就无所谓喜欢畅通无阻和有动物这件事儿。所以人所有的抓取和排斥都来自于你的喜欢或者讨厌，所有的喜欢或者讨厌都来自于你的好受或者是不好受。但是你所有的好受与不好受来自于什么呢？来自于你的认识，来自你的识，来自于你的惯性。所以就带来了你所有的痛苦之源，就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标准，你有各种各样坚固的认识，你有各种各样坚固的习惯、习气，这就会给你带来贪嗔痴慢疑。贪是什么呢？贪就是对顺的境界起贪爱，非得到不可，否则心不甘情不愿，过度贪恋某种享受而不能自拔，最终巨大损耗自己的生命健康与金钱财富的同时，也殃及无辜。财色名利以及世间种种追求，都可能最终发展为一种不加克制的贪执。很多的执着都有一个渐进的程度，从小贪的放纵，到贪的不加约束，直到失去了清醒的理智，害人害己。例如贪吃，吃到健康的平衡系统被破坏，吃出三高，直到吃出重病，才知道放纵欲望的惨痛后果。嗔是什么？嗔是对逆的境界生嗔恨，没称心如意就发脾气，不理智，意气用事，本质是由于他人的原因造成了自己的损失，或者是目标没有达成，因此呢而生发出的情绪发泄，通过释放巨大的情绪能量，甚至发展为恶语相向、暴力宣泄，内在心量格局不足，无法容人，更不能直面得失无常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名之举。愤怒永远不会解决问题，只会创造新麻烦。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，身体能量就会快速消耗，往往就容易伴随嗜酒等恶习，极易招致灾祸。痴是什么？痴是指不明白事理，是非不明，善恶不分，颠倒妄取，看问题通常不会遵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，不顾因果而主观臆断，要么过于自大，要么过于自卑，办事能力不足，更难以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。慢是什么？人轻我慢，傲慢，它本质呢是一种精神价值掠夺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呢，通过贬低、诋毁、污蔑他人的途径，以此呢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比如种族歧视、阶层歧视、鄙视链、炫富、狂妄自大等，都是慢毒的集中体现。慢呢，作为一种妄念，往往会过度高估自己的能力与德行，低估他人的实力，而在实际对抗中吃尽苦头。这样的人往往因为其地位或资源的优势欺压他人，人心尽失而不自知，只看到表面的臣服，实则积怨已久，危机四伏。最后一个，什么是疑？
就是多疑、猜疑、怀疑，毫无道理和根据就否定一切，自以为是，想当然地下结论。好，这就是所谓的五毒。佛家在讲如何离苦时呢，基本上都在说去除贪嗔痴慢疑，而没有说如何让你更舒服，减少疼痛感受的产生，也没有说要给你打打鸡血，多产生一些积极正面的情绪，因为那些都不重要，五毒才是关键。只不过由于它们隐藏在各种感受和情绪的背后，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看清它们的本质。贪嗔痴慢疑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截然不同的状态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，那就是它们都在试图控制显意识以达到某种目的，而这种对于显意识的控制，本质上就是一种束缚，也是痛苦的真正本质。绝大多数人的一生，都在不断地追逐各种愉悦的感受，逃离痛苦的感受。但其实，无论是哪一种感受，都只是潜意识操纵你的陷阱而已。听到这，你可能会说，疼痛那样的感受是痛苦，我能理解，但是愉悦的感受也是痛苦，我就不太能理解了。确实，对于这样的说法，绝大多数人都是很难理解的，因为他们一生都没有体会过跳出陷阱的滋味，没有体会过佛家所说的真正的乐。这样的乐，甚至很难在平常的语言中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，因为几乎很少有人体会过，更没什么人能理解，自然就缺乏相关的表达。对于跳出陷阱的解脱者而言，世俗的所有快乐和痛苦都是痛苦，只不过是一个糟，一个更糟而已，本质都是一样的。在佛家的理论中，经常提到众生无明，众生皆苦这样的说法。众生为什么无明？是因为不懂逻辑，还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？又或是不懂什么科学技术吗？都不是。众生无明，是因为他们陷入潜意识的陷阱之中，被潜意识操纵而不自知。众生皆苦，那是因为潜意识对自我的操纵，这是痛苦的根源。佛家离苦之道的终点，有这么一种描述，叫觉醒解脱，这也是我经常在视频中提起的。所谓觉醒，就是意识到你的潜意识不是你，也就是诸法无我，能够看穿潜意识的陷阱。所谓解脱，就是摆脱潜意识对我的种种束缚，实现真正的自由。想要真正的远离痛苦，就不能再继续以前那种追逐愉悦感受、躲避痛苦感受的游戏，而是要让你战胜一切的感受，战胜感受背后的贪嗔痴慢疑，完全的摧毁潜意识构建的牢笼，从潜意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